这边一块都是黑的，往死里修，哇，真的是很漂亮，全场最闪亮，再也没有把它打开过。我们的社区里有非常多的范冰冰，有一些医生的审美其实也非常怪。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又到了38岁姐姐来和大家分享爱美小诀窍的时间。我们频道呢有非常多的观众是正在为事业打拼的女生，然后也有很多职场还有育儿两头烧的妈妈，还有差不多2到3成的爱另一半、爱家庭又爱美的优质男士。大家都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忙，每天的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塞满，所以呢，我们做事情花出去的时间必须是简单又高效的，包含变美这件事情也是。我个人在学化妆这条路上呢，最气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各种教学学了半天，一顿操作下来，好像脸上什么都画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不但没有变美，反而还变老了几岁。所以今天呢，我就整理了6个妆容地雷的习惯，陪大家高效化妆、有效化妆。那我们马上开始吧。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呢？通常都是看脸。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就会说哦，他的脸色不太好。去翻一翻小说里面对人的描述，也几乎都会先描述那个人的皮肤。陈老师和他看小说，小说里面通常怎么样描述人的皮肤？面色蜡黄。这小说还有人看吗？白里透红，波如凝脂，发光的小麦肤色。所以脸的底色真的太重要了。我常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些女生一看这个脸上的妆容就是下了功夫的，眼线、眼影、假睫毛一个都不少。可是当我近距离一看，我就觉得她的底妆看起来有点斑斑驳驳的，整个妆是浮在脸上的。我最早开始学化妆的时候，那是古早时代，用几十年算起的那个时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资讯，可以跟美妆博主学，可以看时尚杂志学，没有，就是自己摸索。那时候我接触到说哦，化妆要画粉底这件事情，先是偷拿了妈妈的粉底，彩妆盒一大盒的那种，一打开就很多颜色的那种眼影，非常隆重。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还有跟我爸妈的朋友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去了饭桌的时候，我把我爸妈都吓一跳，说哦你怎么了？就那个时候就觉得说粉底嘛，那我肯定就是要选最白的，一白遮百丑嘛。结果这么白的粉底涂在我脸上呢，大家一看我就知道我化了妆。实际上粉底的作用呢，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很白，而是去弱化我们脸上的暗沉还有缺点，调和我们脸上原本不均匀的肤色。所以呢，这个颜色看起来越是我们皮肤的颜色越好，就会有一种你皮肤本来就很好的那种感觉。那我个人比较喜欢选粉底色号的方法呢，就是用下颌的这个位置，用这个位置先去选定一个色号。注意啊，选色号，请大家去专柜，这个时间一定要花，这个耐心一定要有。我家里通常那种吃灰的粉底都是我在网络上乱买的，就跟着那个图片的颜色，因为图片的颜色啊，多少就会有一些色差。走到专柜去试，涂在你脸上去试，那个感觉就会最准确。先试出和这个位置一模一样的颜色，最好就是融进皮肤眼那种感觉，越一样越好，越接近越好。然后呢，划重点，再买比这个位置的色号亮2个色阶的那个粉底，那个就是你要选的全脸的粉底的色号。如果你只买1支的话，那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买2支，就是这个位置的色号我也会买，然后比这个位置亮2阶的那个色号我也会买。就像我现在这个位置用的是植村秀的564号，然后比较白的这个位置用的是584号。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上粉底的方法呢，是分区去上粉底。脸面中的这个位置我会用比较亮的这个色号的粉底去上，然后4周像下颌这些位置我就会用比较暗的这个粉底。那这样子的话呢，我的下颌这边跟我的脖子这边会衔接的非常的自然，而且脸上你看起来就会有一个自然的明暗的分区，这样呢你后续的修容就可以做得更细节，整体脸上的妆面呢也会更加的干净。那底妆还有一个大雷，就是整一个底妆看起来非常的厚，像一个面具。比如说你可能脸上你觉得有一些瑕疵，你希望用遮瑕就一直刷刷很多层，又或者这个粉底本身的粉体它就比较厚。底妆厚呢，首先你近距离看起来就觉得脸上闷闷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厚的时候，你一做表情，那些本来就有表情纹的地方啊，粉就会积得更厚。可以理解嘛？如果一张白纸你上面刷一层厚厚的颜料，然后它干掉，你一折之后它就会皲裂，皮肤一干干巴巴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显老。我这个年纪的显老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对，每一个年纪显老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总之呢，这些情况社交距离之下，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虽然化了妆，可是就完全没有变好看。因为我们化妆就很像在脸上去作画，所以脸这张画布如果没有平整、没有漂亮呢，整个人的精致度就会大
大打折扣。我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看到女明星的妆面。如果大家细心观察的话，女明星的妆面通常都是那种雾面中带着一点光泽，又细腻又平整，带着呼吸感，完全感觉不到厚重。我想这就是大家心目中想要的底妆的那种感觉吧。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就会好奇，好，那这么多的粉底，我们到底要怎么选？那就要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也是我自己非常爱的植村秀全新升级的小方瓶 Plus。爱美的男孩女孩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瓶吧？就是那个热门色号一天到晚在缺货的小方瓶。这个小方瓶 Plus 呢，就是之前小方瓶的升级的版本，我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当 KOL 的快乐大概就是这样吧。以前要排队去买的断货王，我在上市前就拿到了。来，直接先说结论，升级之后它真的有变得更好用。这个新版非常惊艳我的是它上脸之后的那个质感，它在脸上会让我的皮肤有一种雾中带光的感觉，不是那种单纯的雾面哑光，也不是那种韩式水光，总之就是38岁姐姐非常想要的那种年轻的感觉。对，每一次女明星会上热门讨论的那种底妆，又质感又年轻的那种感觉。重点是它的持妆效果也非常的好，完全是像我这样子没有空补妆姐姐的心头好。它比起旧版本来说呢，因为添加了保湿成分，所以质地比之前更加的水润，保湿也更强。像我这样的干肌呢，上到脸上都可以做到完全服帖不卡纹路。粉底在碰到我皮肤的那个瞬间，就会贴在我的皮肤上，和我的皮肤是完全融在一起的，有一种我的皮肤本来就是这么的均匀、这么的漂亮的那种感觉。像有些添加保湿成分的底妆呢，在遮瑕效果上面它就不太 OK， 而且通常我是需要用一些工具，先把粉底液在我脸上去平铺开来，然后呢再用工具把它拍匀，经常就是一堆刷子、海绵，弄了半天一照镜子，效果和试色防晒差不多。但是这一次植村秀小方瓶 Plus 在保湿度升级的情况下，遮瑕力居然超能打，脸上的一些浅痘印啊、红血丝啊都遮得干干净净的，像有些黑眼圈这些有明显瑕疵的地方，上第2层也可以遮住。重点是哪怕多上几层，底妆看起来也不会变得厚重。而且在上妆的时候，我自己有试过，在我手边没有用工具的时候，只要用我的手指涂在脸上或者点在脸上，哪怕是乱点都可以，再用这样的海绵把它拍开，整个妆效就已经是清透服帖，而且很完美。现在有非常多的妆教在教大家画韩式的水光肌，我觉得这个和审美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如果细心去观察一下，会发现通常是韩国的 idol 在画那样子的水光感的妆容，但是呢，韩国一些 top 级的女演员或者我们华语的女演员就会更加偏好雾面质感的妆容。在我们平时真正上手化妆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轻微的光泽还是蛮显年轻和活力的。可是呢，当我们没有控制好的时候，比如说皮肤出油，然后我们的底妆又没有办法有效控油，尤其像现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满脸的油光，这个度真的非常难把握。很多油性肌肤的朋友都会很羡慕我们这种干性肌肤啊，你们干性肌肤都不会出油的。殊不知我们干性肌肤如果保湿没有做好，出起油来根本就没有在客气的，就是那种又油又干，你们懂吗？所以这一次小方瓶 Plus 真的是救大命，因为它的粉底本身就是控油的，把这个粉底上在脸上，就像在脸上上了一层你看不见的海绵一样，持续去吸走脸上的皮脂还有油光。我甚至拿陈老师的油脸去试了，我在他脸上涂了一整天的粉底。顺带说一下好了，男生用这支真的是蛮合适的。陈老师用的是564号，就是我用在下颌的这个颜色，他用在脸上刚刚好。一整天下来，整个脸居然是雾面的，我第一次看到他脸这样。他平时啊用那个吸油面纸一印上去，都会有一种拿下来可以去炒菜的那种感觉。所以各位女生用这支真的不用怕脸上会有可怕的油光，雾面的气质结合年轻的光泽，这种水雾肌根本就是气质女生的天菜。而且小方瓶 Plus 的持妆度真的震惊到我，完全不脱妆，比之前更强。很多我用过的保湿的粉底真的非常容易氧化，尤其到了夏天天气一热的时候，涂在脸上真的非常容易斑驳。但是这一款虽然非常的保湿，可是它上脸之后是整个扒在脸上的。前几天我送 Chris 去上学之后，就飞到首尔去开会，然后奔波一整天，完全忘记补妆什么的。晚上回到饭店之后，整个脸除了我鼻尖有一点点的油光之外，妆容居然保持的超级完整，真的震惊到我12个小时而且我还有特别去测试，在我不上任何定妆产品的情况下去戴口罩，然后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口罩上被蹭掉的底妆比任何我之前用过的其他的粉底都还要少，真的超绝。而且这次小方瓶 Plus 还有添加新的色选，整整20个色号，全部都是为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去定制的调色。所以呢，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你的肤色是偏冷调还是偏暖调，不管是白皙的肤色还是健康的肤色，几乎都可以找到完全匹配自己肤色的色号，不用怕上脸不协调。不愧是我爱了好多年的植村秀，真的是越升级越好用。现在还有限时活动，详细内容快去资讯栏看看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化妆课，非常有意思。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然后在那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学怎么样去做修容。那时候因为新手嘛，就觉得修容就是为了要上镜，脸小。脸只要小了，怎么样都 OK。所以有很多的女生修完容之后，上镜一拍，哎，脸还蛮好看的，小小的、瘦瘦的。可是只要一转头，这边一块都是黑的，就很恐怖。而且现实生活中看那个黑的阴影会比镜头里看出来会更加的浓重。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妆容在网络上学完、拍完照，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是真的是社交距离一看之后非常黑、非常脏的原因。其实像我们的亚洲人的脸型算是蛮平面的，相比起其他的人种来讲，所以如果修容做得好，在我们的脸上会给我们的脸加非常多的分。但是这个加分的修容，它一定是合适的修容。合适包含2个事情，一个是场合的合适，还有一个是跟自己的脸的合适程度。场合的合适是指什么？比如说有些妆，像我刚刚讲，你是为了上镜，或者有些舞台妆，大家如果去看话剧或者小朋友汇报演出，歌仔戏上台之后那个光非常强，一打在台下看起来是蛮漂亮的，近看你就会觉得它是歌仔戏。这就是场合和你的修容需要适配。如果我们的大部分的场合是为了日常生活，那我们的修容肉眼看起来是漂亮的，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场合合适非常的重要，不要在日常的场合去画一个歌仔戏的妆，这样就不合适了。那第2个呢，就是要跟自己的脸型去匹配。打比方说好了，我的脸是比较宽的，和那种很瘦的脸和陈老师脸比起来，在修容的时候，我就不会刻意把我的鼻子打很重的阴影。我记得我有一次打了阴影，然后留言就有说鼻子好小、好高，嘴巴好大，看起来好奇怪。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修容没有和我的脸去匹配。如果你的脸是相对比较宽一点点的，你的鼻梁稍微给它保留一点点的宽度，会让你的脸的比例看起来更加的协调。像我那种脸很小、鼻子很大的，不是很往死里修你的鼻子。那细节修容还包含像眼窝这边的修容，你像我的眼窝本来天生就已经蛮深了，我就算不化妆的时候，我的眼窝也是非常明显的。现在这个阴影就是我自然的阴影，没有加任何的修容。那如果你的脸这一块相对是比较平面的，那你这边适当的去加一些修容，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更加的精致。然后我们刚刚前一派有讲到，我喜欢用粉底去分区上色这件事情，分区上色可以让我的脸画完粉底之后就已经有一个明暗分区了，然后我再加细节的修容，在这边加一点点的线条，会让我整个脸型看起来更加的漂亮。大家如果有去观察那些公认的大美女的脸型，我放一个大美女的脸型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大美女的脸型通常整一个光影的亮点都是集中在我们脸上有个倒三角的区域，然后四周呢就会比较暗一点。这是因为他们的脸天生就有一个折叠度，天生就是非常有立体感的一张脸。那如果我们的脸没有天生的立体感，要怎么办？就是去模仿这样子的感觉，在大美女有阴影的这个位置，我们去上比较深的粉底，然后在大美女比较亮的部分，我们用比较亮的粉底去把这个颜色去跳出来。这样子你的脸呢，画完粉底，在没有加阴影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基础了，然后只要用浅浅的修容的产品去叠加，就会让你的修容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就不会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脸上一转过来这边是黑的。这个奇奇怪怪呢，就包含你脸上的颜色太丰富了。比如说，在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如果为了表现这个女生非常不会化妆，通常就会把她的眼影就把它画成蓝色啊、紫色啊、黄色啊，就各种各样的色调。我坦白说，如果你不是去参加那种有特定的场合，比如说化妆秀，或者去参加什么彩妆大赛，要不然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要脸上用这么多的颜色。就像我在这条影片刚开始讲的，我小的时候那样，拿出我妈妈那个彩妆盒，然后用那个紫色还是蓝色的眼影，自己觉得自己超漂亮。还有一种大家可能常常会忽视的，就是太不灵不灵了。很多的彩妆品试色的时候，哇，真的是很漂亮，波光粼粼，就美人鱼的那种感觉。可是那种非常亮的涂在脸上，真的也是很奇怪。除非你要去夜店，晚上那个光打下来，让你全场最闪亮，要不然你在生活中就真的很像美猴王，火眼金睛那样子，你知道吗？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浅浅的光泽，自然的光泽就好。毕竟我觉得我的年龄还有我的身份期待，都是期待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呢，我在选色的时候，就更多的会去选择像大地色，包含像脸上的一些阴影的颜色、眼影的颜色，我都会从我脸上原本的颜色去找，就是在我素颜的时候去观察我的脸，那就是应该出现在我脸上的颜色。我的脸的颜色不是那种非常暖色调的，有些人他可能皮肤颜色相对偏暖一点点，那你在选这一类颜色的时候，就可以去选有一些棕色系的。那像我的皮肤没有那么暖，所以我会更适合像灰调系的。再来呢，就比如说在选择一些唇膏的颜色、唇彩的颜色，常常会有观众会问我口红是什么牌子的，唇膏是什么样的色号。
号，其实我的色号都非常的统一，我的色号还蛮无聊的，因为我选口红色号的小方法就非常的简单，就拿出你的手，然后把你的手指这样子往死里按，挤它，有没有变红？是不是？好，变紫你要去看医生。好，这个变红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你嘴唇最自然的颜色。涂在你的嘴唇上会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也是可以去选择腮红的颜色。很多人可能在选腮红跟唇彩的时候，会用2种不一样色调的颜色，比如说腮红是偏冷调，比如说像紫色这一类的，然后你的嘴唇又会偏橘调，比如说像柚子色。这种感觉，那2个颜色在脸上就会非常的不统一，所以在选色上不统一也是要避免的。我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如果只能画一样，我就选择我来画眉毛，因为有眉毛跟没眉毛真的就差很多。我个人觉得，在我脸上没有眉毛，我真的老10岁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人是地球上唯一有眉毛的生物。哎，这么想好像真的是哎，猴子有眉毛吧？猴子没有眉毛。都没有，孙悟空有眉毛。孙悟空不是猴子，他是石猴变的猴精。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眉毛很重要，不论知不知道人是唯一有眉毛动物的这件事情。男生少数会很在意啊，对，如果你们去那个雾眉、什么纹眉的时候，很多男生其实都在做这个变美的小动作。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算重视眉毛，他看起来还是很奇怪呢？比如说他的形状很奇怪，太平啊，或者太弯啊，不符合你自己的脸型，或者说颜色很奇怪。太黑了或者太红了都是有可能的。有很多人头发的颜色是偏黄色调的，黄黄的浅浅的颜色，然后他的眉毛非常的黑，就看起来真的非常奇怪。所以在颜色的选择上，眉毛的颜色要和头发的颜色去做一个呼应，然后最好的选择的方式呢，就是你的眉毛的颜色要比你的头发的颜色去浅一个色号。比如说我头发是黑色的，你眉毛就用一个浅黑色或者深灰色，这样的颜色看起来呢就会比较呼应，整个眉毛不会像蜡笔小新一样那样的去抢戏。那关于眉毛的形状呢，其实我们之前的影片说过非常多次了，我有印象就有说过2次，如果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翻一翻之前的影片。眉毛很黑这件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状况，或许可以去尝试。如果你是那种想要追求一种非常明显的一种时尚感，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你整一个妆面有一个重点就已经足够了，就会让你的脸已经看起来非常的有记忆点了。如果这个重点你是选择是眉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眼妆完全没有，然后眉毛非常的浓，非常的重，再配上一个大红唇，黑长直的头发，我感觉也是蛮酷的。但这种就是不是我们今天讨论这种日常妆容。如果是日常妆容，我觉得可能这样子也会有点吓人。如果脸上只能画2个区域，那我就选择眉毛跟唇部。刚刚有说，如果眉毛没有画的话，我老10岁了；如果嘴唇没有画，我觉得也是老5岁起步啦。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形容女生状态好的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这个人的 MC 看起来很准，就看起来血色很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女生这句话一听就懂，哇，好羡慕，我就是那个 MC 很准的人。可是如果我没有休息好，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确实看起来血色就不是很足。唇部如果没有血色，看起来会让整一个人状态非常差。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只能画2个部位的话，我就选择画眉毛还有嘴唇，就用刚刚这个指尖的方法的颜色去补足我嘴巴的这个颜色。那嘴唇的第2个误区呢，就是你画了嘴唇，可是你用一个非常奇怪的颜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非常非常久以前，有几年了，想你那部剧，尹恩惠演的，非常非常红。那个时候就流行女主角在那个剧里面用的那一支口红，我当时追这部剧，我也买了一支和女主角颜色几乎一样的口红，死亡芭比粉。那支口红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面，我再也没有把它打开过，这根本平时就是很难用的一支颜色。然后还有一种口红颜色呢，看起来这个口红颜色蛮好看的，可是上到你的嘴唇上之后呢，就显得你的牙齿特别黄。如果你真的想要尝试一些很特别的颜色的话，那就记得去专柜真的试上嘴巴再看一看，不要看那个色卡，真的不准。再来，唇部还有一个问题，也会让你的整一个妆面大打折扣，就是你的唇部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好。比如说你的嘴唇非常的干燥，唇纹非常的深，那我的方法呢，就是上妆前先用简单的唇膏也好，唇部的精华也好，去做一个打底。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去厚敷一层唇部的精华，没有唇部精华也没关系，就用最便宜的凡士林也是可以的，就厚厚的敷在嘴巴上去睡觉。第2天早上起来包你的嘴巴是漂亮的，包好包嘟嘟。很多观众看到这里想说，你不是说妆面吗？为什么要说医美？因为现在的医美太方便了，太便利了，所以很多人眼里就医美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好像是一个要去花时间决定的一件事情，中午吃完饭就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比较不会像以前想象是整容。对，现在说的医美都是说管理，不是说整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太简单、太便利了，导致很多人做医美的时候会容易有一个过度的一个状况。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我之前还在租屋的时候，我租的那个社区
区里面有非常多大家眼里的小明星们，就是想要跻身这个行业，可是又还没有红起来的这么一群男孩女孩们。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华语圈最红的、最漂亮的女明星范冰冰，我自己非常爱的女神，大家呢都会拿着范冰冰的照片跟医生说我要变成范冰冰，所以呢导致我们的社区里有非常多的范冰冰，非常宽的双眼皮，然后把下巴也打得非常非常的尖，鼻子也是打很尖，不用过几年啊，过几个月之后，那样子的脸就被大家称为蛇精脸。这样过度的填充脸呢，会让你的脸完全丢掉本来的那个特色，会让你看不出来你是原来的那个你。首先你自己的审美要健康，然后你要找的那个医生的审美要跟你同调。现在有一些医生的审美其实也非常的怪，如果你希望是自然的样子，那你就不要去找一个喜欢非常夸张脸型的那种医生，你们两个不 match 的，你们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医美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延缓大家的一个衰老，其实你就去翻看你自己10年前的照片，或许你的脸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蓬，那么的嘟。再来呢，如果有一些女生想要去透过手术的方法去改变自己的脸型，那就真的选这个医生就真的好重要，选这个医院好重要，因为其实它还是蛮危险的。这样子的手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5间轻医美，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它是动刀的，会动到骨头的。我觉得这种就要真的非常慎选医生，慎选医院。其实还蛮多案例的，有女生为了追求变美，结果就失去生命了。我觉得这就很不值得。照镜子每天都去看，你自己最知道自己哪里漂亮哪里不漂亮，仅仅去修改自己脸上你希望去改的那个短板，保留自己的特色。在变美的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一件事情，来自38岁姐姐的一个忠告，就是始终记得你是你自己。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总结的妆容的6个大地雷，都是我走过弯路之后总结下来的。希望大家能看完这条影片之后，在变美的路上没有弯路，只有花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啊！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